大家好，我是龚敏敏，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之前我们讨论了流水线，并解决了其中遇到的问题，但这些都是把现有的组件当黑盒来用。现在开始要进一步深入了解，换掉其中一些 license 有限制的东西。首先有个问题，在启动的时候，我总能看到一个 MSVC 编译的时间，跟了一下，发现是这么回事儿。PyTorch 里的 CPP extension 能用 C++ 写扩展，在载入的时候让 Ninja 调用 MSVC 编译成 PYD 载入作为扩展。NVDiffRest 就有这么个 C++ 的扩展，但编译生成的 PYD 待在 PyTorch 的一个 cache 目录里，每次都要编译一下，即便把那个 PYD 拷贝出来也没用。搜了一下，别人也有遇到过，但解决方法总是围绕着修改 PyTorch。我并不打算修改第三方库，那就自己解决吧。看了一下 NVDiffRest 的载入部分，发现有个 cached plugin 的变量，它会检测一下是否是 none 的话就是编译，然后填充这个 cached plugin 变量。那我就在自己的代码里先载入这个 PYD， 替它填充好 cached plugin， 这样 NVDiffRest 就不会再编译了呗。就这么简单，几行代码完事儿。这显然是个 NVDiffRest 的 bug， 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这件事情，毕竟只是研究人员的思维，算法 work 就好呗。现在首次运行会编译，完成后把 PYD 拷贝到本地目录，后续运行都载入这个编译好的。流水线的执行时间从120秒降到103秒。注意，这不是快了 14% 而已，因为只有 Instant Mesh 用到它。之前说过 Instant Mesh 的第二步，运行一次只要14秒。如果运行前要花17秒来编译，那就是减少了 55% 啊。这不比用 Triton 能带来的加速多得多了，只要几行代码而已，绝对没有安全隐患。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去掉 NVDiffRest， 但在那之前能省时间就先省着。接着，既然要换掉的是 FlexiCubes， 就先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基础 MarchingCubes。这个算法来自于1987年，广泛的用于很多领域。它的输入是一个标量场和一个 ISO value， 输出是一个 mesh， 位于那个 ISO value 指定的等值面上。这么说似乎有点抽象，不是，简直是相当抽象。先来说说标量场，拿一个中学地理学过的概念来解释，高程图。地理上用高程图来表示地形，每一个点有个海拔高度值。然后我们给一个高度值，比如海拔100米，沿着地图上100米的地方连成一条线，就称为等高线。这里道理一样，只是扩展到3维，因此2维的高程图变成3维的距离场，2维的等高线变成3维的等值面。顾名思义，距离场在空间的每个地方都有个值，表示这个点到表面的距离。这个距离是有符号的，正表示在表面之外，负表示在表面之内。所以如果用0作为 ISO value， 就能抽取出表面，用大于0的就能抽取出一个胖的表面。距离场是标量场的一种，其中标量是距离，也有别种标量场，比如如果标量是浓度，那就是浓度场；如果标量是手机信号强度，那就是手机信号强度场等等。那么 MarchingCubes 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它把空间划分成一些离散的格子，这就是名字里 cube 的来源。每个格子的8个顶点都能从标量场查出对应的值，根据这8个标量值就能查表得出有限的三角形组合。原始的 MarchingCubes 定义了15种情况，简化起见，我们就看一条边。如果一条边2个端点的标量值，一个大于 ISO value， 一个小于，就表示表面一定从这条边中间穿过，所以这条边中间一定有个顶点。如果2个端点的标量值都大于 ISO value， 或者都小于，那这条边上就没有顶点。每个 cube 把顶点连成三角形，所有的 cube 的三角形进一步连成 mesh， 就得到结果了。那么 FlexiCubes 呢？它是通过可微渲染的方法从标量场抽取表面的，这也是为什么会用到 NVDiffRest。其中它还支持局部形变，不总是方方正正的格子，这样产生的三角形数量更少，大小更均匀。FlexiCubes 号称有一堆功能，还能优化适合物理模拟、渲染等方面的 mesh， 但我们用不到这些，我们就要个普通的 mesh。
只为了这个的话 ，FlexiCubes 的结果并没好到哪去，不值得付出那么多代价。再说，只要略微修改 MarchingCubes， 就能给它加上形变变量，犯不着用个新算法。在 Instant Mesh 里，实际上有2条流水线，第一条来自于 OpenLRM， 用的模型叫做 InstantNerf， 生成 Nerf 后交给 PyMCubes 这个库做 MarchingCubes。第二条从 OpenLRM 修改得到，用的模型是 Instant Mesh， 生成 Nerf 后用 FlexiCubes。实现一下第一条流水线，打开 Mesh 一看，到处棱角，纹理上的 chart 被拆得非常碎，远不如另一条流水线的结果。但这真的是 MarchingCubes 造成的吗？别忘了他们用的模型也不一样。这2个模型都是 Instant Mesh 预训练的，不用自己训练，这也是项目进展快、成本很低的关键。好，那现在问题就转化为能不能在第2条流水线里接入 MarchingCubes， 从而让 MarchingCubes 和 FlexiCubes 直接比较。MarchingCubes 要的是标量场和 ISO value， 而 FlexiCubes 要的是一个标量场和一个形变向量场。但在现在的数据里，形变场的分量值在 0.002 到负 0.002 之间，非常小，忽略掉如何？这就把这个标量场塞给 MCubes， 用0作为 ISO value， 看看结果。注意 MCubes 是个 CPU 的实现，需要的数据都要先转到 CPU 上。结果看着基本正常，但似乎小了些，以至于底面拿到的还是侧面的纹理。把 MarchingCubes 和 FlexiCubes 生成的 Mesh都算个 bounding box， 发现大小上有个 4% 的差距，所以就把 MarchingCubes 的位置坐标都乘上 1.04， 这就行了。目前还不知道这个 scale 的真实来源，猜测和那个形变场或者标量场的定义有关。这下2个方法结果非常相似，证明第1条流水线是模型的问题，不用它就是了。接下去有个新问题，用了 MarchingCubes 之后，后处理里面 Texture Mesh 变得不稳定，有不小的概率会 crash。观察发现 Texture Mesh 的设计输入是来自于 SFM， Mesh 只有1层的，而 MarchingCubes 因为数值不稳定的问题，在 Mesh 内部还经常会有这样的漂浮三角形，这破坏了 Texture Mesh 的假设。FlexiCubes 在优化中几乎不会产生这些，所以问题少得多。但删掉这些内部三角形也很容易啊，几何处理的基本功而已。首先取一个顶点，把能连接到它的三角形都加入一个列表，接着找一个不在列表里的顶点，继续这个操作，直到没有三角形为止。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几个相互不连接的 component， 保留其中体积最大的一个，当做最外面这层 mesh。这样单层的 mesh 拿去给 texture mesh，crash 的情况就少得多。还有一些个别情况需要之后 debug 一下。至此 FlexiCubes 可以退休了。当然，在去掉 FlexiCubes 过程中，还发现无数可以简化代码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因为研究人员把简单的代码写得匪夷所思的复杂。其实这里还有改进空间。现在 MarchingCubes 是在 CPU 上执行，而且只有单线程，使得整条流水线现在需要105秒左右。我在07年就发明了纯并行的 MarchingCubes 算法，可以用 GPU， 也可以用 CPU 多线程。然而几何处理领域的人往往不懂 GPU， 看到 GPU 就绕着走，还缺乏大规模并行的思维方式。即便这几年对 MarchingCubes 改进的新论文，仍然是按照串行来设计的算法。目前这还不是瓶颈，先用 CPU 的得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说。现在 FlexiCubes 是去掉了，那 NVDiff_Rest 呢？篇幅关系，下一期我们才来进一步解决掉它。欢迎继续收看，再见。